乌克兰正义打击，俄能源危机加剧。美分享攻俄情报，乌克兰重击俄能源设施，100万签约金抢兵，俄前线兵源告危，坠机2000公里，误创最远打击距离。俄军海上噩梦，美军舰加入波罗的海哨兵计划。F-35入驻波兰，当场击落俄无人机。战俘入乌，普京急眼，克攻发生威胁美国。乌部署特殊工程屏障，阻击俄光纤无人机。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乌战争持续到现在，俄军疲态尽显。随着乌克兰对俄能源设施频繁发动进攻，俄罗斯已深陷一个巨大的困境，那就是能源危机已经火烧眉毛。战争比的是军事武力，但更比财力。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之所以能维持近4年之久，最大的依仗来自其能源开采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据牛津能源研究所数据统计，俄罗斯2024年国防预算中 30% 的预算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石油能源相当于俄军的大腿，然而这一大腿如今却被乌军打断了。8月初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30多次正义打击。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军的袭击战果显著，各种无人机登门拜访，让俄罗斯炼油厂的产量直线下降约 10%。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为俄罗斯贴心分析道，乌克兰越来越擅长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随后银行做出推断，俄罗斯未来将停止所有石油成品出口，剩余的产量只能勉强维持能源国内配给。事实上，该银行的推测并不夸张，因为除了乌克兰带来的压力，美欧那边也给予了俄罗斯石油沉重打击。随着俄乌战争的推进，大量欧洲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撤出俄罗斯市场，直接导致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下降。所以，哪怕乌军并未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发动正义打击，俄罗斯未来几年原油产量同样会肉眼可见的大幅下跌。据有关消息，面对能源短缺的风险，俄罗斯最近出台限制令，限制石油产品出口直至年底，并延长汽油出口禁令。这些措施从侧面佐证了一个事实：俄罗斯无法解决能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只能像纸老虎一样对着漏风的身体缝缝补补。石油危机也可能演变成俄军的投降危机。如果说石油危机加剧让俄罗斯变成了跛脚，那么兵源危机就是压倒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为了尽快补充俄乌战争中的100万伤亡，俄罗斯各地政府正在戏剧性的大幅提高所谓的参军签约金，试图重金悬赏更多的俄罗斯人加入这场侵略战争中。可见最初的爱国宣传已经无法动员民众加入。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在8月时曾强调，维持战争的关键是人力，俄军的招募目标正在达成。俄罗斯独立调查媒体 Asteris 根据俄罗斯官方预算支出分析，给出了一组很直观的数据。俄罗斯国防部在2025年第2季度仅招募到了约37900名士兵，人数比去年同期锐减了 70%。 注意，这些士兵还只是合同兵，相当于签个合同就帮你去打仗，凝聚力与战斗力都让人汗颜。至于俄罗斯的征兵方式就更幽默了。据美国战争研究所透露，俄罗斯军队的生成逻辑已经日益类似于复杂的商业模式。俄罗斯当局和非官方招募者正在用金钱诱因、欺骗与胁迫来扩充兵力。顾名思义，俄罗斯正在上演一场撒币抢兵的行动。西伯利亚的丘明州在6日宣布，新兵的签约费将提高到约 3.68 万美元，再加上联邦政府的4900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国内普通人3年的总薪资。此外，沃罗涅日州也将签约金翻了4倍，来到了 2.58 万美元。为了抢人，当地政府甚至表示，申请人不需要是本地居民，来当地相关机构签约就能领钱。除了高额的签约费，俄军士兵的月薪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目前一名士兵的月薪是每月2600美元，同样是俄罗斯民众平均工资的2倍以上。如此阔绰撒币行为，无不表明俄军前线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在于俄罗斯人也开始认识到，俄乌战争并非民族的事业，而是普京政府私人的生意。兵源补充越来越少，那么前线的俄军就只剩下了溃败这唯一一种结局。在俄军苦求士兵参军的同时，乌克兰方面就传来一份重大喜报。据丘明州政府在 Telegram 上的通报，距离俄乌战场近2000公里的丘明城中的一间炼油厂遭到了多架无人机袭击。相关报道表明，当地民众听到了至少2起巨大的爆炸声，并有建筑物疑似破损的影像流出。这是丘明地区首次通报无人机攻击事件。当然，乌克兰也创下了对俄最远打击距离。乌克兰最近的战略目光多集中于俄罗斯能源设施，例如10月4日，乌军对基里希石油化工厂实施了致命打击。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达1840万吨原油。虽然俄军并未公布具体的损毁情况，但根据现场记录的爆炸和火灾看，该炼油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都无法恢复正常生产。
其实炼油厂受损倒是次要问题，俄军真正难受的地方在于，乌军已经拥有了深入俄境内2000公里，对关键目标予以打击的能力。今天是基里希石油化工厂，谁知道乌军明天又将打击俄境内2000公里哪个地方？前线的溃败加上后方的失守，俄军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波罗的海那边传来的消息更给了他当头一棒。据相关美媒报道，美国海军巴尔克利号驱逐舰在9月30日正式加入波罗的海哨兵行动，以此强化北约对空侦察与防空能力。但真实原因恐怕是对俄军无人机和战机频繁入侵欧洲多国领空的回应。波罗的海哨兵行动早在今年1月便开启，最初的行动目的是为了应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以及天然气管线屡遭俄罗斯破坏的问题。俄军却直接浮出水面，对北约盟国领空发动侵扰。波罗的海哨兵行动也由此变为了反击俄军的恶意入侵。泽连斯基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对俄军的入侵做出过详细描绘。俄罗斯通过利用自己影子舰队的油轮作为无人机的发射与操控平台，实现对波罗的海国家领空的骚扰。其目的除了对这些国家军事动向的监测，还为了向各国施压，劝其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被入侵的各国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态度。9月12日，北约启动了东翼哨兵行动，近乎宣誓般表明东欧国家将共同抵抗俄罗斯日益加剧领空侵略行为的决心。与此同时，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透露，这是美军首次派遣军舰参与波罗的海哨兵行动。为了展示对此次行动的重视以及制止俄军入侵的决心，美国海军还在当地提前部署一架 P8A 驱逐舰，搭配 P8A， 一只俄罗斯的蚊子都别想闯入。美军舰的加入给予了波罗的海哨兵行动极大的助力，但北约各国那边也没闲着。挪威已正式派遣 F-35战斗机进驻波兰。俄军肆意妄为的入侵的确引起了北约，特别是北欧国家的震怒。据军文网站 Army Recognition 报道，挪威已派出一架 F-35进驻波兰，用来强化北约东翼的空中警戒线，同时威慑俄罗斯无人机与军机袭扰。这架 F-35在10月4日抵达波兰的第31战术空军基地。有分析指出， F-35的隐身性能、先进传感器与网络作战能力，使其并不需要进行大量部署，便可侦测并击落大量类似无人机这种体积小、雷达特征低的威胁。顾名思义，露头就秒。这一分析在实战中得到了验证。依旧是在第31战术空军基地，一架荷兰皇家空军 F-35战机在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当天紧急升空，并成功将其击落，创下了在北约领空首次击落俄军无人机的记录。如今两国的 F-35坐镇该基地，俄军无人机几乎没有可能再对波兰或邻近国家发动侵扰。倘若非要硬闯，那么 F-35会让俄军尝尝北约的真理。另一方面，根据报道透露，挪威与荷兰 F-35机队将与波兰自家的 F-16机队以及由德国部署在波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整合，共同构成一个分层防空体系，成为抵御俄军入侵北约国家的第一战线。这也视为北约在区域安全局势动荡之际，对盟国作业互通性与威慑能力的公开检验。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北约正将集体防御的姿态转化为集体战备，让先进战机集中部署在前线，增加前线的军事力量，以此随时对俄军的入侵进行防御，或者发动有力的空中打击。俄军无人机和有人机将迎来真正的噩梦。F-35击落俄无人机让俄军感到恐惧，但这终究只是在俄罗斯境外的打打闹闹。克里姆林宫现在最恐惧的是乌克兰什么时候会拥有打击俄罗斯全境的力量。很快，美国实现了他的梦想，战斧入乌，让莫斯科也进入到了打击的范围中。对此，普京做了个非常逆天的回应。美国向乌克兰支援战斧导弹已成定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7日回应记者称，关于美国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战斧一事，普京做出了大致的决定，即俄军已在考虑应对方案，包括操作和目标选择等问题，并再度警告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总而言之，美国支援乌克兰战斧让俄罗斯很不爽。作为射程超2500公里的远程打击武器，战斧具备深入打击俄罗斯大后方的实力，并拥有低空飞行避开雷达侦测的能力，配备高爆弹，威力巨大。乌克兰请求这款导弹主要为了打击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军工厂以及能源设施，毕竟掐断了俄罗斯能源，相当于掐断了俄罗斯所剩无几的经济命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难怪普京会开始急眼，在本就四处树敌的前提下，还硬着头皮威胁美国。根据普京的警告内容，若没有美国的直接参与，乌克兰哪怕接收到了战斧也无法使用。所以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导弹，便意味着美军直接介入了俄乌战争，升级风险也会因此增加。普京的威胁有板有眼，不过特朗普还真未必会当回事。据特朗普之前提出的纸老虎理论，普京的威胁说到底就是在害怕乌克兰真的会拥有无死角打击俄军的实力，就像害怕北约会直接介入俄乌战争一样，于是派遣无人机袭扰北约东翼国家。殊不知，当正义打击从天而降的时候，所有愤怒的威胁都会露出胆怯的马脚。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如何为乌克兰提供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更强烈武器，并扩大相关情报的共享。
更强力的武器之前已提过，主要是战斧在内的高精尖打击武器。这个情报共享又是什么呢？特朗普在真实媒体上发文，对这个情报共享做出了陈述。看到战争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后，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完全有能力进行独立抗争，并收复所有失地。很显然，特朗普支持乌克兰的抗争方式，便是通过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削弱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根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批准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向乌克兰提供协助，以便基辅能对俄军发起出其不意的打击。同时，美国也在敦促北约和其他盟友给予类似的支持。这些情报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俄能源设施的具体位置以及周边防御部署，还包括防护弱点和运行周期等信息，大幅提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效率。例如，亚罗斯拉夫尔、新亚罗斯拉夫尔以及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诸多核心炼油厂和化工设施最近都被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光顾了一遍。这些炼油厂在俄罗斯能源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年处理原油能力合计占俄罗斯全国炼化产能的 40% 以上，无不遭受毁灭性的冲击。从乌克兰精准且高效的打击手段，很难说背后没有美军的情报支持。作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世界加油站的名头，经过乌克兰的一顿猛烈轰炸，已经摇摇欲坠。乌军低成本、高精度的作战方式，总能以小博大，而俄军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很多了，既要兼顾前线对乌克兰的高强度侵略，又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力物力保护后方的能源设施。双线作战的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前线节节败退，后方设施火光冲天。更让俄军气得头皮发麻的是，当他也派出无人机试图对乌克兰境内的设施进行骚扰和袭击时，刚进入前线就被乌克兰的特殊工程屏障拦了下来，哪怕是性能强大的光纤无人机也纷纷下坠。据乌克兰军事媒体梅利特尼报道，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部署一种特殊的工程屏障，该屏障旨在反制俄军深入前线后方的远程无人机和光纤无人机。这项发明的作战画面由一名俄罗斯网友意外发布。从影像画面中不难看出，这套装置通过电池供电，配备可定时旋转的带刺铁丝网，主要针对威胁后方部队的光纤无人机。所谓光纤无人机，即从机身后方铺设一条极细的光纤线缆在地上，其与传统无人机最大的不同在于，通过这条光纤，它拥有了一个不受干扰、长达数十米的稳定通讯与控制距离。传统无人机通常由电子信号控制，一旦受到电子干扰，分分钟坠机。光纤无人机虽然行动距离短，却不会受到电子干扰影响。例如乌克兰的马扎尔之岛无人机旅曾在42公里外击毁俄军战车，靠的正是光纤无人机发动的精确打击。同样，俄军也有自己的光纤无人机部队，借助预先铺设的光纤，俄军可精准操控无人机，完成各种袭击任务。不过，随着乌军新屏障设施的部署，俄军的光纤无人机似乎再没有在战场为所欲为的机会。具体而言，当无人机飞过假设特殊工程屏障的地面时，其拖曳在地上的光纤缆绳便会被立马缠住，随后钢丝网开始自动旋转，将缆绳绞断。没有了光纤的无人机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根据报道的补充，这种旋转钢丝网屏障由于需要手动安装，无法部署在封锁区广阔的前线，但对于保护后方补给线与部队的轮换点，防止其免遭远程无人机的袭击，有种难以想象的奇效。总的来说，乌军这种以小博大的作战思维，给了横冲直撞的俄军沉重打击。战争是武器的催化剂，乌克兰在无人机战争中的创新，给很多人上了生动形象的一课。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不知道各位认为乌军的新型特殊工程屏障将对俄军光纤无人机产生怎样的打击？各位又觉得俄罗斯能源危机将走向何种局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